你好，我是 Eliza，欢迎来跟我一起读《哈利波特》，让我们一起进入这神奇的魔法世界吧。在第一章中，我们要认识一个男孩，叫大难不死的男孩 ，The Boy Who Lived。他是谁呢？他说的呀，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哈利波特。在说这个大难不死的男孩之前，我们首先要认识一家人 ，The Dursleys 德斯里一家。可是说 Harry Potter 的时候，为什么要讲德斯里一家呢？那德斯里一家又是谁呢？德斯里一家一共3口，有德斯里先生、德斯里夫人，还有他们的儿子达利宝宝。那这一家3口跟哈利到底什么关系呢？我们赶紧去读下去吧。当我们要说什么什么夫妇的时候，可以说 Mr. and Mrs. 加上他的姓，那就是什么什么夫妇。比如格林夫妇就可以说 Mr. and Mrs. Green。这里说到德斯里夫妇，首先跟我们说了一下他们家住哪儿。Of Number 4 Privet Drive， 家住女贞路4号的德斯里夫妇。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单词叫 drive， 那 drive 是什么意思呢？平常啊，它就是驾驶、开车的意思。可是在这里你会发现这个 drive 它当名词用，它就是机动车道的意思。说到德斯里夫妇，到底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他们家住女贞路4号呢？如果说住的地方不一样，就表明经济状况不一样，社会地位可能也很不一样。那么这个女贞路4号到底什么来头呢？其实女贞路4号是一栋别墅，女贞路就是一片的别墅区，是中产偏富裕、生活整洁规矩的社区。德斯里一家是中产阶级，生活富足并追求面子。作者用这个设定表现他们追求体面、传统、拘谨且有些刻板的性格。现在我们基本知道德斯里夫妇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再继续往后看 ，We're proud to say， 德斯里夫妇很骄傲去说什么。有一个固定的表达，就是很骄傲做什么，叫 be proud to do something。这个结构大家可以学习使用一下 ，be proud to do something。而德斯里夫妇骄傲的就是去说什么，到底说什么呢？我们看 they were perfectly normal， 他们很骄傲的去跟别人讲，说他们很正常，而且说他们很正常的时候，还加上了强烈的语气 Thank you very much， 真的是谢天谢地。那么这就好玩了，德斯里夫妇住在别墅区，他们骄傲的事情居然是自己很正常，为什么呢？我们看这里有一个表达叫 perfectly， 非常的正常。比如说2个人起了冲突， A 说你很怪， B 就可以说 No， 不 I'm perfectly normal， 我很正常。所以这第一句就是告诉我们，家住女贞路4号的德斯里夫妇总是很骄傲地跟别人讲他们是很规矩的人家，谢天谢地。到底为什么住在别墅区的德斯里夫妇居然以自己非常的正常、非常的规矩而骄傲呢？我们继续往下看。They were the last people， 他们是最后的人，是地球上最后一波人吗？这当然不可能。注意 the last people 的意思往往是最不可能的人，最不可能干什么的人呢？注意在这里 you'd expect 是一个修饰语，就是你能想到的最不可能干什么的人。我们把修饰语 you'd expect 拿掉，真正的表达就是 the last people to do something。The last people to do something 就是最不可能做某事的人。这个表达大家要记住了。再强调一遍 ，the last people to do something 就是最不可能做某事的人。而德斯里夫妇是最不可能干什么的人呢？ To be involved in anything strange or mysterious. Anything strange or mysterious 就是任何古怪神秘的事情。而德斯里夫妇就是最不可能跟任何神奇、古怪或者神秘的事情扯上关系的人。注意这里还有一个 be involved in something， 就是跟什么扯上关系。那为什么呢？ Because they just didn't hold with such nonsense. Such nonsense 就是 nonsense。我们知道 nonsense 就是胡说、胡扯或者胡说八道。比如平常别人说了什么我们非常不认同的话，而且情绪很激动，我们就可以说 nonsense。所以这一句话就相当于告诉我们，德斯里一家跟神秘古怪的事情是不沾边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那些邪门歪道。
对德斯里一家有了一个大概的背景了解之后，我们来分别认识一下德斯里先生和德斯里夫人。Mr. Dursley was the director of a firm. 德斯里先生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公司的主管。注意 director 就是主管的意思。德斯里先生是一个公司的主管，这个公司的名字叫 Grunnings。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呢？ Which made drills 是做钻机的，生产钻机的。好了，现在对德斯里先生有了一个感觉，他在一家名叫格朗宁的公司做主管，这家公司生产钻机。那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往后看 He was a big beefy man。 首先有一段形容词修饰他，叫 big beefy beef 我们认识呀，牛肉的意思。而 beefy 就是给 beef 加上 y 变成一个形容词，在这儿其实就是大块头的意思。而他除了自己块头比较大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形象 with hardly any neck， 就是几乎没有脖子。好吧，你会发现德斯里先生很大块头又几乎没有脖子。Although he did have a very large mustache， 但他确实有一个很大的胡子。所以德斯里先生长什么样子呢？德斯里先生高大魁梧，胖得几乎连脖子都没有，却蓄着一脸大胡子，看起来好像有点凶。那么 Mrs. Dursley 到底什么样子呢？ Mrs. Dursley was thin and blonde。 Mrs. Dursley 不一样，首先她就很瘦，第一个特征是 thin 瘦。那第二个特征她是 blonde， 就是金色头发的意思。说金色头发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说 gold， 一般说她很白皙，头发又是金黄色的，我们都用 blonde 就可以了。还特别的说了一下她的脖子 and had nearly twice the usual amount of neck。 德斯里夫人的脖子就非常了不起了，她的脖子是正常人的2倍那么长。脖子长这么长干什么呢？德斯里夫人长了一个天鹅颈。天鹅颈除了好看还有什么用处呢？对于德斯里夫人来说，长脖子可有用了。我们往下看 which came in very useful， 特别有用。什么时候用呢？ As she spent so much of her time craning over garden fences。 对于她花很多时间把头伸过篱笆，这时候就非常的有用。注意这里出现一个表达 spend time doing something， 就是花时间做什么事情。而这里的 doing 这个词叫 craning，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来源于 crane。crane 这个词当名词的时候，首先它是起重机，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鹤。为什么叫鹤呢？可能是因为鹤的脖子很长，老是像起重机一样一上一下吧，所以 crane 也叫鹤了。而在德斯利夫人这儿，就是伸长脖子。你想一下，她有一个平常人2倍那么长的脖子，那就是天鹅颈。然后她伸着天鹅颈，就像起重机跟鹤的脖子一样的上下动。Craning over garden fences。Garden fences 就是篱笆。德斯里夫人把脖子伸到别人篱笆那儿去干啥呢？ Spying on the neighbors。 原来她在窥探邻居的隐私。Spy on 就是窥探的意思， spy 这个词就是侦探的意思。而在这里注意 spy on 就是窥探别人的隐私，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行为，但是德斯里夫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德斯里夫人是一个很瘦的金发女人，而且她的脖子是正常人的2倍那么长。每当她花时间隔着篱笆墙引颈而望，窥探左邻右舍的时候，她的长脖子就变得非常有用。The Dursleys had a small son。 他们有一个小儿子 called Dudley， 名字叫达利。 And in their opinion， 在他们看来，这达利宝宝 there was no finer boy anywhere， 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更棒的小男孩了。注意，这里有一个用法叫 no finer， 其实就是 no 加比较级，但它传递的是一个最高级，没有更好，那就是最好了。没有更棒的，那当然是最棒了。No finer 就等于 finest。 达利宝宝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最棒的宝宝。我们来梳理一下，德斯里夫妇有一小儿子，名字叫达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比达利宝宝更棒的孩子了。就这样的德斯里一家 The Dursleys had everything they wanted。 我们发现德斯里一家已经拥有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也确实是家住在别墅区。德斯里先生是公司主管，
德斯里夫人的脖子很长，很方便她窥探别人隐私，而且他们还拥有全世界最棒的宝宝，真的是拥有了他们想要的一切。我们平常也会说，你已经有了你想要的一切了，你还要怎么着？每次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You have everything you wanted。德斯里一家所拥有的一切真的就这么完美吗？但是凡事都不可能这么完美。我们看一下，但是后面要说什么 ？But they also had a secret。哦，他们也有自己的秘密。德斯里夫人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没想到她自己也是有秘密的。Secret 是秘密的意思。And their greatest fear was that 他们最大的恐惧就是 somebody would discover it。他们最大的恐惧就是有人会发现他们这个秘密。Dursley 一家已经拥有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个秘密，而他们最大的恐惧就是有人发现这个秘密。那到底是什么秘密呢？ They didn't think they could bear it。他们不认为他们可以忍受得了。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词叫 bear。bear， 我们知道当名词就是熊的意思，但是当动词是忍受、承受的意思，同样可以表达忍受、承受。还有另外一个词叫 stand， 我不认为我可以受得了，或者说我受不了了。我们可以说 I can't stand it， 也可以说 I can't bear it。 那忍受不了什么呢？ If anyone found out about the Potters， 如果有人发现了波特一家， find out， 发现、发觉、察觉了。为什么发现了波特一家，他们就觉得自己受不了了呢？这波特一家到底什么来头呢？ Oh, Mrs. Potter was Mrs. Dursley's sister。 这波特夫人也没什么可怕的，她只不过是 Dursley 夫人的姐妹， but they hadn't met for several years。 虽然是姐妹，但是也好几年都没有见了。你说自己的姐妹尽管好几年没见，为什么让她觉得很恐怖呢？ In fact， 事实是 Mrs. Dursley pretended。 事实是 Dursley 夫人还假装。注意 pretend 就是假装。假装什么事情 pretend something。 那她到底假装什么呢？ She didn't have a sister。 她假装自己根本就没有妹妹，也就是说她根本就不想跟波特夫人扯上任何的关系。为什么要假装自己没有妹妹？ Because 因为 her sister and her good-for-nothing husband， 因为她妹妹还有她妹妹一无是处的丈夫。注意这里说她丈夫的时候用了一个 good-for-nothing。Good for nothing 就是一无是处的意思。所以我们平常如果看到某一个人，我们想跟他说你真的是一无是处，那你就可以说 You are good for nothing， 什么都不擅长，一无是处。但是这样说别人是很不礼貌的，我们最好不要这样说。说她妹妹跟她一无是处的丈夫 were as un-Dursleyish as it was possible to be。 注意这里有一个比较结构 as un-Dursleyish as，而 un-Dursleyish 是一个创造出来的词 ，Dursley 就是他们家的姓 ，Dursley style 就是 Dursleyish， 然后他们跟 Dursley 不像，加上一个否定词缀 un， 说他们也跟 Dursley 一家太不像了，跟他们不像，他们就觉得我没有这样的一个妹妹，我不想跟他们往来。所以我们把这句话梳理一下，实际上 Dursley 太太假装自己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妹妹。因为妹妹和她那一无是处的妹夫跟 Dursley 一家为人处事是完全不一样的。The Dursley shuddered to think， 想到某件事 Dursley 一家就发抖。Shudder， 大家注意这个词是发抖、打颤的意思。我们因为寒冷发抖，或者因为害怕、激动发抖，都可以是 shudder。那 Dursley 一家是想到某件事就开始打颤，想到什么呢？ What the neighbors would say，想到邻居会说什么，他们就发抖。If the Potters arrived in the street， 如果波特一家出现在街道上，邻居会说什么？一想到这个，他们就发抖。Dursley 夫人经常窥探别人的隐私，可是你会发现，当她的秘密一旦被别人发现的时候，她是根本受不了的。一想到她就打颤。The Dursley knew that。 Dursley 一家还知道一个事儿，知道什么？ The Potters had a small son too。波特一家也有一个小儿子，那这儿子是谁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猜得到了，就是哈利波特了。But they had never even seen him。 那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儿子。那是不是因为哈利的存在
Dursley 一家更想跟妹妹一家有往来呢？ This boy was another good reason. 这个小男孩是另外一个很好的理由，是干啥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呢？ For keeping the Potters away. 难道我看错了吗？这个小男孩是另外一个很好的理由，是让他和波特一家不来往的理由。Keep somebody away 就是跟某人不相往来。为什么？因为这样一个小男孩，他反倒不想跟波特一家来往了呢？ They didn't want Dudley mixing with a child like that. Dudley 就是 Dursley 一家的小儿子。原来他不想让达利宝宝跟那样的一个男孩厮混在一起。Mix with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厮混在一起。Mix 就是什么东西混在一起。在这儿，他就是不想让达利宝宝跟这样的一个小男孩厮混。因此 Potter 也是 Dursley 一家不与 Potter 夫妇来往的一个很好的借口。他们不愿让 Dudley 跟这种男孩来往。When Mr. and Mrs. Dursley woke up, 当德斯里先生和德斯里夫人起来的时候，什么时候起来呢？ On the dull gray Tuesday, 在一个又阴沉又灰暗的星期二，阴沉灰暗。而说到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后面跟了一个修饰语 Our story start, 就是我们故事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星期二。那当他们起来的时候，什么状况呢？ There was nothing, 没什么事。About the cloudy sky outside, 关于外面这个多云的天气，没有任何的东西 to suggest that, 来表明什么呢？ Strange and mysterious things would soon be happening. 原来奇怪的、神秘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而且是 all over the country, 全国各地都在发生。这里的表达会让我们有点摸不着头脑。Dursley 夫妇早晨起来的时候，天气阴沉灰暗，但是这样一个阴沉灰暗的天气，却没有办法表明神奇古怪的事情要发生。这跟我们平常读到的不一样。我们中国写文章，经常奇怪的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天都是哗哗哗打雷下雨，或者是乌云密布，非常的灰暗阴冷。为什么在这里这样的天气却不能表明这样的事情呢？其实这里要给大家补充一个背景信息，写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人，而英国的气候特征是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它受盛行的西风控制，海洋上带来大量的水汽，常年都是温和湿润的，降水量非常的丰富，阴雨连绵。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国度里，阳光明媚的天气才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奇怪的事情发生需要阴暗的天气来衬托，但是 Dursley 夫妇根本分不出来这是日常的阴暗，还是因为奇怪的事情要发生的阴暗，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奇怪的事要发生。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故事开始于一个灰暗阴沉的星期二。Dursley 夫妇一早醒来，窗外浓云低垂的天空，没有丝毫的迹象预示这个地方即将发生神秘古怪的事情。所以这时候的德斯里先生什么样呢？ Mr. Dursley hummed. 德斯里先生还在那儿哼着小调。注意 hum 这个词是哼曲子的意思。平常我们大家做什么事的时候在那儿唱个小曲，那就是 hum。 他 hum 的时候也并没有闲着。 As he picked out his most boring tie for work. 他正在给自己上班挑领带，他挑的领带是 the most boring。那这个 boring 当然是最无聊、最没有特色的领带了。基本上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德斯里先生不太时尚。这时候的德斯里夫人在干啥呢？ And Mrs. Dursley gossiped away happily. 这里出现 gossip 这个词， gossip 不就是八卦的意思吗？而在这儿呢，德斯里夫人其实没有在八卦，她 gossiped away happily 其实就是在开心的絮絮叨叨。比如说我们在家的时候，我们的妈妈最特别的一个形象就是来来回回开开心心的在那儿唠叨一些事情，那就是一种温暖的幸福。而德斯里夫人现在就是在唠叨。而 gossip 平常确实是八卦的意思，比如有一部美剧叫 Gossip Girl， 就是绯闻女孩。德斯里夫人在 gossip 的时候也没有闲着，她还在干另外一件事。As she wrestled a screaming Dudley into his high chair. 这里有一个 wrestle， 有对抗、摔跤的意思，但在这里德斯里夫人就是在用力的对付一个 screaming baby。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宝宝在那儿 screaming 大喊大叫 screaming Dudley， 把它放到哪里去呢？ High chair 宝宝椅。小宝宝吃饭的时候够不着桌子，
所以会有宝宝专用的宝宝椅，叫 high chair。一般来讲，这个椅子的腿都非常的长。这一句就是告诉我们，德斯里先生哼着小曲，挑出一条毫无新意的领带，准备带着上班了。而德斯里太太高高兴兴的，一直在絮絮叨叨，还把那个叽里呱啦乱叫的达利宝宝给塞到了儿童椅里边。这就是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任何的东西是异常的。None of them noticed a large tawny owl flutter past the window. 所以他们没有任何人意识到有东西飞过窗户了。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一个 large 大的 tawny 是什么？是黄褐色的。一个大的黄褐色的猫头鹰从他们窗前飞过去了。刚刚我们也说了，现在是星期二的早晨，早晨应该是白天。猫头鹰应该什么时候出来行动呢？猫头鹰是一个夜行性的动物，昼伏夜出，也就是说，它一般是晚上出来捕食行动，白天就躲起来了，不容易见到的。可今天确实很奇怪，早晨这猫头鹰就飞来飞去了。好在德斯里一家忙着过自己幸福的小日子，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一切。这句话告诉我们，他们谁也没留意，一只黄褐色的猫头鹰扑闪着翅膀从窗前飞过。At 8:30, 在大概8点半的时候 ，Mr. Dursley picked up his briefcase. 德斯里先生拿起了他的公文包 ，briefcase 就是公文包 ，pick up something 把什么东西拿起来。pick up 这个词还可以把它用在去接人，比如说我问你可不可以去机场接我一下呀？ Could you please pick up me at the airport? 当然也可以问 Could you please pick me up at the airport? 你可以去机场接我吗？要出门去上班了，礼仪不能少啊，得亲太太，亲宝宝。Pecked Mrs. Dursley on the cheek. 注意 peck 这个词，我们知道有一种鸟叫啄木鸟 woodpecker， 就是专门在那儿啄木头，所以 peck 就是啄的意思。这个用词非常形象。德斯里先生轻轻地吻了一下德斯里夫人，就在脸蛋上 on the cheek and tried to kiss Dudley goodbye， 然后也要跟达利宝宝吻别。要亲到达利宝宝可不容易。德斯里先生 tried 表现出很努力想要亲自己的宝宝，那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 But missed 没亲着 missed 为什么呢？ Because Dudley was now having a tantrum，因为我们的达利宝宝正在发脾气 ，having a tantrum 就是发脾气，使性子。tantrum 这个词大家注意了，我们把 having a tantrum 这个小短语记下来。And throwing his cereal at the walls， 达利宝宝发脾气动静可大了，把他的燕麦片扔得满墙都是。cereal 大家知道这个是燕麦片，我们很多人早餐的时候也会吃 cereal。而达利宝宝把自己的 cereal 都扔到墙上去了，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8点半德斯里先生拿起公文包，在德斯里太太的脸颊上亲了一下，正要亲达利宝宝跟这个小家伙道别，可是没亲着，小家伙正在发脾气，把麦片往墙上甩。面对这样一个发脾气的爆炸的宝宝，德斯里先生还是非常宠爱的。他说 Little tyke, chortled Mr. Dursley，你看，德斯里先生咯咯笑，这个小坏蛋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这是宠溺的，自己爱的宝宝就是发脾气，依然觉得好可爱哟。Chortle 就是咯咯笑。As he left the house， 紧接着就离开了房间。He got into his car， 离开房间之后，他就坐到车里 and backed out of number 4's drive， 把车就倒出来了，倒出了他们这个行车道。Drive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是车道了。而 number 4就是他们家，我们之前也学过 number 4 Privet Drive 女贞路4号。Back 平常是指后面，在这 back 就是倒车，使什么倒退的意思。臭小子，德斯里先生嘟囔了一句，咯咯笑着走出了家门，坐进汽车，倒出他们家的车道，要开车去上班了。好了，有关德斯里一家这一讲，我们就学到这里。